魏无羡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知道吗？他能打电话过来就不错了。他戳着自己的脑门，冲自己喊道。大约过了2个小时，他在单人床上滚了又滚后，突然听到门铃的响声。他疑惑着走出去，刚打开房门，外面的送货小哥就往他手里塞了一大包东西。这都是什么呀？我不记得我有买过东西呀。请问您是夷陵老祖先生吗？对，我是。那就没错了，这些吃的都是给你买的，我只负责送到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请您签收一下，再见。送货小哥去得匆匆，他还没抓住人问明白，只能自己一头雾水地打开包裹。有一份还热乎着的外卖，里面都是他爱吃的辣菜，其余的基本都是小零食了。这该不会是刚才要他地址的那个人送的吧？他一个机灵跑回房间，盯着微信聊天栏里自己2小时前发过去的地址，那人也在当时立刻回复了一句好。夷陵老祖，蓝湛，东西是你买的？韩光君，魏无羡习惯性地敲下谢谢2个字，突然想起蓝湛似乎不喜欢听到这2个字，于是又删除掉。夷陵老祖，其实我刚刚差点又想跟你说那2个字了，不过想了想，我应该用更好的方式来回礼才行。韩光君，夷陵老祖，你什么时候忙完工作回国呀？韩光君，最早后天。夷陵老祖，那为了报答韩光君的送零食大恩，后天我能去机场接你吗？我保证，我一定打扮的经纪人都认不出来我是谁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我们也确实挺久没见了。发着发着，微信推送突然又提示来了另一人的消息，他心情正好，也点开看了，果然还是温宁发来的一模一样的话。他点点屏幕，回复道：夷陵老祖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不相信你哥我承受能力好得很。老祖的小走失，魏哥，我是想说，你是不是好久没登大号了？你可以去看看，有很多人都站在你这边的。加油！魏无羡一边在心里吐槽经纪人又用的是什么老土的表情，还是换了大号登录。果真如他所言，一夜之间，他的粉涨了许多，每条微博下的热评也都被粉抢占了，皆是相信他、鼓励他以及疯狂叙述自己入坑过程的。虽说再往下滑，不堪的言语还是不少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祸福相依了吧。他换回小号，突然灵光一现，想起还有 CP 超话这么一个地方，便怀着忐忑的心情点进去了，也不知道那些小姑娘有没有因为吃到官方糖而开心。要是她们都很开心的话，那自己说不定也会变得开心。可那里却没有他预想的欢天喜地、阖家欢乐的场面，相反的，那几个眼熟的大粉都在呼吁转发他的微博，努力占热搜广场的前排。虽是杯水车薪，可这叫他不感动也是不可能的。其实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的。他点回荷兰忘机的聊天界面，看到对方紧跟在后面回复的好字，也笑着打下几个字：后天不见不散哦。到了约定当日，魏无羡将自己的脸裹得严严实实，好生伪装了一番，下楼却看见经纪人的车子就停在小区门口。他充满怨念地走过去，压了压帽檐，道：你怎么还真跟来啊？不是蓝影帝说担心你一个人出来会有事，才非要我来的吗？我也不想当电灯泡啊。温宁欲哭无泪。他不提这一出还好，一提魏无羡就满肚子窝火。前一天晚上高高兴兴打国际长途问蓝湛的机票定在几点，那人下一句就叮嘱着叫他必须带上助理。魏无羡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自己没有助理，谁知蓝忘机接着就道：我已经联系温宁了，让他和你一起吧。为什么？机场人多，小心为好。魏无羡嘴上虽是勉强答应了，但心里仍旧不愿带上其他人，于是根本就没跟温宁提起这事。谁曾想这位经纪人自己就跟来了。温宁，我自己可以开车去机场的，何况你看我穿成这样，谁能认出来啊？魏哥，你还是听蓝影帝的吧，这次他回国的行程指不定已经被粉丝知道了，前几天刚出了事，再出来招摇麻烦可就大了。在温宁苦口婆心的好一通劝说下，魏无羡这才不情不愿递上了他的车。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，开车的经纪人却踩下刹车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魏哥，
离蓝影帝的航班倒还有1个多小时呢，我们就在外面等吧。魏无羡从手机微博的美颜世界中抬起头，道：去停车场停啊，我还要进去呢。温宁颇为难地看着他，有好多粉丝来接机的。对呀，魏无羡反问道，难道我不是来接机的吗？你停在机场外面，我怎么接人啊？可是被他的粉丝看到你，影响不好。魏无羡以为这是他不相信自己的技术，略有不快道：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一出来就会有公司的车接他回去。我是来看人的，又不是看他的车的。况且我也是他的粉丝啊，哪个粉丝来接机不想看到自己偶像的？他补充道。喂，魏哥，你上次说的那个人，不会就是蓝影帝吧？是啊。得到他如此理直气壮的答案，温宁有口难言，总觉得这个祖宗统的篓子会越来越多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提醒提醒再提醒。那魏哥，等会你是想潜进粉丝群吗？凭你的身高和性别，真的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的。不啊，我就站在旁边，看他平安上车过后，再给他打电话，然后去他住的酒店。魏无羡说着两人约定好的行程安排，面上的欣喜越来越明显。我们晚上还约了一起吃饭呢。好吧，魏哥，我去停车。温宁一路跟着自家任性的一人到了出站口，随便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站着。蓝忘机的粉丝团很惹人注目，就在2人不远处，魏无羡当然也注意到了。一大堆妹子聚在一起的场面，不论何时都是惹眼的，并且每人身上都带了些示意牌，上面用各种显眼色彩的笔写满了对自己偶像的鼓励和爱慕。魏无羡深知该场景背后的原因，没有人敢带礼物是因为蓝影帝不会收，几乎人手一个文字牌也是因为他们家偶像讨厌吵嚷，安静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只要能被看到一点点，他们心里也就满足了。这都是他常年混迹在蓝忘机的粉丝群中所了解到的。不过他在心里偷偷骄傲的同时，看着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姑娘来接待人，情绪微妙的有了点变化。魏哥，要我说呀，我们就不该来这么早，你看看那边好多粉丝呢。没事，我们这个位置很隐蔽，没什么人会注意的。他一边答着，一边抬手看了看表，只有半小时不到了。他又难免紧张起来，他倒是总算能见到朝思暮想的那人一面了，可他既不想被蓝忘机认出来，又想让他能注意到自己。魏无羡就这样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，盯了出站口整整半小时。只是时间到了，等着的人却迟迟不见身影，或者说，出站口一直都没有一个人影。这都到时间了，不会是晚点了吧？温宁分析道。魏无羡也觉得是如此，心里焦急着想赶紧弄清具体情况，便问他：你能帮我去买瓶水吗？随便什么？当然可以啊，魏哥，不过你得站在这里。温宁下意识叮嘱道，决心做好十足的防范措施，别乱跑，